繞過中國，繞過俄羅斯，白俄羅斯搶先加入了特朗普主導的加沙和平委員會。注意啊，是搶先，不是被點名，不是被逼表態，是自個兒跑上去的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兄弟們，如果你是白俄羅斯，你現在会怎麼選？是先探探路，替大國試水放哨，還是直接被制裁打怕了、窮怕了，趕緊站隊保命？更詭異的是啊，中俄到现在都沒表態。那問題就來了，盧卡申科在急什麼？他到底看到了什麼？是我們普通人還沒看懂的？今天啊，咱們就來玩一次站在弱國視角反推大國棋局。孙子兵法說，先為不可胜，以待敵之可胜。很多時候啊，不是你多聰明，而是你知道什麼時候必須先得活下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先给新来的家人补个背景，避免大家一头雾水。这个让全球炸锅的加沙和平委员会是特朗普近期的得意之作，表面上是调解加沙冲突，实则野心勃勃。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直接放话，联合国可以继續存在，但他這個委員會啊，未來可能會取代聯合國。這話一出口啊，直接把全球大佬都給整懵。更離譜的是，這個委員會的規則簡直把國際事務當成了生意。想拿永久席位，先交10億美元現金。特朗普自己當主席，掌握最終批准權、任免權，所有決定都得他點頭。說白了，這就是特朗普的一言堂，跟他以前開房地產公司沒區別。交錢的都是股東，他才是最大的老闆。截至目前，60多個國家受到邀請，但美國的歐洲盟友幾乎集體拒絕，連瑞典首相都公開表態，不會在現有文本基礎上加入。就在大家都在觀望的時候啊，白俄羅斯跳出來。1月20號，盧卡申科直接簽署文件，宣布加入這個委員會，但同時啊玩了個騷操作，明確拒絕支付10億美元，只蹭3年免費創始會員資格，還強調只要為和平做了貢獻，這10億啊也能免掉。這波只蹭會員不氪金的操作，像不像咱們平時蹭朋友視頻會員，還得找個我幫你宣傳的理由？不得不說啊，盧卡申科這算盤打的，隔着大西洋都能聽見。欲知其意啊，必曉其全。咱們先得熟悉一下白俄羅斯的現實，不是想不想，是扛不扛得住。很多人分析國際政治啊，有個致命誤區，總站在強國視角看問題。但你要理解白俄羅斯啊，你必須站在一個字兒上，怕。白俄羅斯怕什麼？第一怕，位置太要命。白俄羅斯在哪？地圖一打開你就懂。西邊是波蘭，東邊是俄羅斯。波蘭是誰啊？北約前線，這地方在軍事上叫什麼？天然緩衝區。戰國策有句話，兩強相爭，其堅者必先亡。一旦北約跟俄羅斯真有直接衝突，你要記住這句話，白俄羅斯必然第一個挨打。不是因為你有多重要，而是你啊擋道。第二怕靠俄羅斯，但俄羅斯呀靠不住。白俄羅斯當然親俄，可問題是俄軍現在自己都被烏東拖住了，你指望一個正在打消耗戰的大哥再騰出兵力、資源、注意力長期保護你？現實點說，力不從心。更狠的一點在於白俄羅斯甚至怕俄羅斯太強。你想想，如果哪天俄羅斯真的打贏了烏克蘭，下一步會不會重新審視白俄羅斯？歷史上強國從來不缺順手牽羊。第三怕，制裁把錢包都掏空。白俄羅斯這幾年是真窮，不是 GDP 下滑的那種窮，是被精準卡脖子的窮，尤其是鉀肥。白俄羅斯是全球第一大鉀肥出口國，結果呢被制裁一刀封死。這相當於什麼？你是賣氧氣的，結果人家不讓你喘氣兒。所以你再問一句，白俄羅斯急不急？不急的國家呀是不會第一個站出來的。好，現在重點來了，白俄羅斯這麼做無非就2種選擇，可能一，試水放哨。什麼意思？有人需要一個先行者，去看看這個和平委員會的水有多深。那這個有人是誰呢？你細品，中俄為什麼沒有表態呢？不是不關注，是沒必要第一個下水。那誰最合適？一個親俄但不核心，一個地緣重要但分量不夠，一個出事兒也可控的國家。白俄羅斯啊，完美符合。如果這個局啊對俄羅斯有利，俄可以說一句盟友的獨立選擇；如果這個局有坑，也可以隨時切割。從這個角度看，白俄羅斯更像是放在棋盤最前面的卒，
可能二，窮怕了，趕緊站隊。這個解釋更現實也更殘酷。白俄羅斯是真的扛不住。特朗普上台後有3個變化對白俄羅斯太關鍵了：美俄關係明顯緩和，鉀肥封鎖被解除，美國釋放規則可談的信號。對白俄羅斯來說，這意味着一句話：我可能活過來了。那活下來的第一步是什麼？趕緊表忠心，鎖定位置。這不是政治浪漫主義這是生存本能。兵法說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那你覺得哪一種更像真相？我給你一個答案，2種都是真的。國際政治從來不是單選題，白俄羅斯這一步既是試水，也是自救，既替人放哨，也為自己找道。更狠的是，他2頭都不完全戰死。但這裡有個關鍵細節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盧卡申科拒絕支付10億美金的永久會員費，只蹭3年免費會員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他沒打算跟美國徹底綁定，只是暫時合作，給自己留了退路。如果他真的想徹底站隊美國，肯定會乖乖交10億美元，換個永久席位，徹底抱緊美國大腿。但他沒有，這就引出了第2個核心猜想：盧卡申科是不是在替中俄試水放哨？大家別忘了，白俄羅斯跟俄羅斯簽了聯盟國家安全保障條約，俄羅斯還承諾用核力量保衛白俄羅斯。2國的關係比兄弟還鐵。盧卡申科跟普京的私人關係也非常好。在沒有跟普京提前溝通的情況下，直接加入美國主導的組織，難道他就不怕得罪俄羅斯嗎？肯定怕，但他之所以敢這麼做，很可能是得到了俄羅斯的默許，甚至是暗中授意，替中俄探探美國的底兒。咱們看看俄羅斯的態度克里姆林宮明確表示，已經收到了加入委員會的邀請，但需要進一步了解細節，還要繼續與美方溝通。這說明俄羅斯並沒有關上大門，只是在觀望。而白俄羅斯搶先加入，正好可以幫俄羅斯摸清這個委員會的真實目的，到底是真搞和平呢，還是想建立美國主導的新秩序？到底是想調解衝突，還是想把更多國家綁上美國的戰車？中國的態度也很明確，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，中方已經收到邀請，但始終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，不會輕易加入這種帶有霸權色彩的組織。說到底中俄都想了解委員會的運作細節，但又不想貿然表態，以免陷入被動。這時候白俄羅斯這個兄弟站出來，搶先加入，既能近距離觀察，又能把信息反饋給中俄，簡直就是完美的戰略前哨。這正是《孫子兵法》所說，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。意思是把迂回的道路變成直達的捷徑，把不利的條件變成有利的因素。白俄羅斯作為小國，看似夾在大國中間，很被動。但他可以利用這種被動地位，在中俄和美之間周旋，既能給中俄當眼線，又能從美國那裡撈好處，一舉兩得。而且《孫子兵法》還說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中俄要想在國際博弈中占據主動，必須摸清美國的底牌。白俄羅斯的加入正好幫中俄做到了這一點。春秋時期郑國夾在晉國跟楚國之間，誰都得罪不起。鄭國的大臣子產就採取睦鄰友好的政策，對晉國跟楚國都保持禮貌，同時發展自己的實力，還經常替2國傳遞消息，調解矛盾，最後讓鄭國在大國夾縫中生存了下來，還成了春秋時期的強國之一。白俄羅斯現在的做法跟當年的鄭國何其相似，巧妙地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，為自己謀生存、謀發展，這就是小國的生存之道。說到這兒，可能有家人會問，那到底哪種猜想更靠譜？我的答案是2者都有。盧卡申科既因為窮怕了，想通過加入委員會換取經濟好處，擺脫生存困境，又在暗中替中俄試水，在大國之間找平衡，給自己留退路。這2種目的相輔相成，並不矛盾。對盧卡申科來說，最好的結果就是既從美國那裡拿到經濟實惠，又不背叛中俄，還能提升白俄羅斯的國際地位，簡直是一石三鳥。最後送大家一句話：強國制定規則，中等國家談條件，弱國拼判斷。白俄羅斯現在正在用最快的速度做一次賭命級的判断。你呢？你更相信試水放哨呢，還是窮怕站队？